你这老朽，果然跟武阳失踪有关。你是何人？抓你的人。就你，好狂妄的娘子！樱桃姑娘莫怕，苏博士命我二人暗中助你。当心他的兵器！后人从小跟着父亲的舞狮队四处表演。武阳他爹是长安人士，我父亲最得意的弟子。我与他青梅竹马，当年在神都，我们夫妇俩联手，无人能敌。我们甚至打败了宰相亲手组建的舞狮队，拔得了那年神都舞狮大会的头筹。可没想到输的那个宰相，就是天后的亲侄子，心胸如此狭窄，竟然构陷我们，借舞狮来行刺。我父亲为了保护我们，担下了所有的罪责，最后冤死狱中。那个时候，我真想随着父亲去了。只是那年我30有7，却是第一次怀了身孕。我让他爹让我先到长安，他说留下来料理好父亲的后事，就来长安寻我。可我刚到长安不久，我就听说神都发生了大案，说一个舞狮人当街行刺宰相，被乱刀砍死。那一刻我就知道，武阳永远也见不到爹了。明知以卵击石，却义无反顾。他是有意把我支走，自己去为父亲报仇的。你怎确定行刺之人就是你夫君？因为我收到了他的遗书啊，他让我抬起头，继续向前走。要是能为未出世的孩子找个爹，这孩子可以改姓。这个混蛋，他把我赤英看成什么人了？要不是因为有武阳，我绝不可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所以那夜你根本就没有去百凤楼解忧啊！我去了。我虽不想改嫁，但如何不能消遣？赤英，你若真想找回武阳，就别再撒谎了。我连老脸都不要了，我还撒什么谎啊？薛环，过去。赤英，我让他出去，让他出去，让他走，走得越远越好。此人名夏胜，巧了，他也有一个舞狮队，来长安1年有余。自从到了胜业坊，他就不走了。半月前，常驻永兴坊的傩舞队下了战书，约你前天晚上一战，输了就要撤出长安，是也不是？是，多亏了赤英拔刀相助，我们赢了。闭上你的嘴！爱妻亡故多年，
我带着武师队，惨淡经营，只为糊口。若不是半年前遇到赤英，在长安真的是难以立足啊！来捧个前场吧。捧个前场吧。哎，大娘，看一下吧。大娘留步，你会舞狮啊？不会。不，你不仅会，而且必是行家。守寡多年，真是鬼迷心窍，竟被他勾引。哎，只是一起舞狮，勾引一词用的不准吧？你们大胜之后，赤英，你是何时回的家呀？啊，怪我，为了感谢赤英，我请她喝酒，结果我们都喝醉了，醒来已是天明了。赤英，再胡说！你再胡说！哎呀，有脸说你！滚出去！别打了，赤英，住手！滚！赤英，雍州司法参军在此，虽在你殿，但你也不能太过霸道吧？上官，你别怪罪赤英，错在我，我先出去，不让他生气。雪欢，滚出去！赤英啊！舞狮是鱼龙百戏之一，虽给人们带去了很多欢乐，却不为人所重，甚至被视为伶人。赤英，你宁可说自己去了百凤楼，也不承认自己去舞了狮，是怕武阳知道你的身世吧？哦，不是，我是怕别人知道武阳的身世。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常有人对武阳不怀好意。如果有人知道武阳他爹刺杀过宰相，等等，你先说。你刚说常有人对他不怀好意，何人？怎么个不怀好意法？武阳，刮风了，要下雨了，动作麻利点，这就打烊。哦，好。老人家，您没事吧？我还老吗？不好意思，见到你，就让我想起一个人，故而崴了脚。你与这个人太像了。谁呀？我的旧恋人。哎，你是何人？想干什么？武阳，娘，一个山人，对武阳说这样的话，不是不怀好意？山人的话是武阳告诉你的？武阳很听话，什么事都会告诉我的。喜君，根据赤英回忆，画出那山人之像。好。上官，千万别怪罪赤英，女儿丢了，做娘的肯定着急啊。行了，去吧。是。雪欢，松一下。出事了，你们快来！像了，越画越像，就是他。出什么事儿了？看我看，画的太像了，太像了。
他的画像啊？是同一个人，只是我说不准他的年纪。赤英大娘，此人虽须发皆白，但面容年轻且英俊，按理说也算个美男子，对吧？美男子？什么美男子？妖孽！成佛寺那幅壁画上的妖孽。壁画？大娘说的可是大佛殿的降魔变？就是那幅壁画，上面画的全是妖魔鬼怪。赤英，我不许你这么说。降魔变是我大唐第一画师秦孝白呕心沥血之作。他呕心沥血画这些妖魔鬼怪做什么？那幅壁画现在要不是被蜘蛛网困住，长安现在不定乱成什么样子呢。再者说了，他画在什么地方不好啊？非要画在我那尊大佛旁边。哦，对了，我常带武阳去拜那大佛，会不会拜佛的时候被妖魔盯上，脱壁而出，把我女儿掳走了？住口！你再胡说，我请你出去！哎，这是我的店铺啊！那我走。还不追？启军，我知道我不该乱发脾气。秦孝白画壁降魔变的始末，你最清楚。如今大师呕心沥血之作被说成妖壁，你当然应该生气。我以为你追出来是来教训我的。怎么会？你作画对探案有极大的帮助，我该谢你才对。对不起，我刚才真是没忍住。连续2日作画太累了，回去休息吧。不了，我要去成佛寺，我要去看看降魔变，为他扫去蛛网。伟大的作品，不该蒙尘。也好，要不是公务缠身，我陪你才是。不用啦，谢谢你啊，如凌风。你是生叶坊的楚辉夫？哦，上官，正是。请问尊姓大名？上官，我这种下等人怎么配有姓名呢？不过我生性迟钝，所以坊间就叫我阿木，木头疙瘩的意思。阿木，倒也亲切。阿木，你既在坊间除灰清扫垃圾，你可认识这面之店店主的女儿武阳？认识啊，经常在这儿看见她。她失踪了，你知道吗？听说了。你可知她是谁？知道。雍州司法参军，范阳卢凌风，环城理事，入封查案。那日我去了的。阿木，你刚才在那儿偷眼看我，是有武阳失踪的消息吗？哦，这倒没有。不过什么？不过，吊井里淹死的那个人，我倒是知道一些，但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线索。说来听听。就是我每日夜里都要整理好垃圾，以便寅初的时候运出长安，这是我身为除灰夫的职责所在。但就在前天，去你的！滚！好狗不挡道，知不知道？你个臭书鬼的，敢说说看？你之前见过怀武？见过。他经常去酒楼喝酒，有时候喝醉了回家，路过我整理垃圾的地方，就要找我茬骂我几句。只不过那天，他好像喝得特别多，就感觉随时要醉倒那样。呸！不要脸，恶心死我了！那狗东西，占老娘的便宜，活该掉井里淹死。他是这么说的？是。本来我都没往心里去的，但是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死了。
你是圣叶坊的打更人，为何如此打扮？身为女子，夜里打更，如此打扮，可比鬼魂袭扰。可现在大白天的，你这样出去，不吓人吗？我还有第二个营生，通灵师。若你们想接通亡灵，跟死去的故人说话，可以找我呀，价格很公道的。好呀，恩师已故多年，我二人皆是他老人家的弟子，你能让我们见见恩师吗？能，当然能。快告诉我老恩师名姓，何方人士？恩师狄仁杰。狄公，我们这行通不了他老人家的灵。所谓通灵师，就是为了骗取钱财吧？去，把脸洗净，再进来回话。是，我是说过那句话，但那只是嘴上的诅咒。他那么大个子，我哪有力气把他往井里推啊？这个阿木，我才收他20钱，他就诬告我。阿木一天到晚清扫垃圾，能挣几个钱？你连他的钱都骗？他想见他爹，为什么人生大事，我那是成全他。那天夜里，除了蒯武，还见过其他可疑的人吗？没有。我劝你一句，做通灵师骗取钱财的事，以后不要再做了。不做通灵师，我哪里凑得够钱？她本叫阿玲，死了丈夫，婆婆甚恶，时常打骂。方正把打更的差事交给她，也是出于可怜。半年前开始做通灵师，让人唤她灵姨，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为了钱。因为婆婆已经开价，凑足万钱，便可放她离家。待破了此案，我定要去找那阿玲的婆婆好好理论理论。我与你同去。你们两个人还怪好的呢。我就是想用普通的颜料，点得比用油光更为精彩。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大唐第一画师的名号。妖魔鬼怪入不了佛眼，佛眼中无魔，心中更无魔。你怎么了？不碍事。你流血了，流好多血。我认识个神医，我请他帮你治。不必了，血是昨夜流的，
早就止住了，我只是头疼的厉害，以至于昏昏沉沉的在这里躺了一宿。我怎么觉得先生有些面熟？请问您是？居士陈空，负责看管此殿。那，您是被何人所伤？昨夜闯进来2个毛贼，应是想偷这些法器。我与之搏斗，结果当立即报官。现任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不必了，贼人居然敢在佛祖面前行凶，必遭报应。哎，这位姑娘，你是如何进来的？从大门进的。此来何事？欲扫壁，去其灰尘。不可。为何？降魔鞭乃成佛寺至宝，应当干干净净。至于是何原因，你无需知道。实际上，这座大殿你就不可以进来，请你出去。哎呀，西君小姐言而有信，真来上香了。快，请到禅房去喝茶，待会儿老衲亲自带你去观音殿上香。法师你是知道的，秦小白先生会降魔鞭时，我曾多次前来大殿。现如今返回长安，我想再次欣赏这幅壁画，为其除去灰尘。可看守的陈空居士不仅不让我打扫，还把我撵了出来。小姐有所不知啊，这幅壁画确实扫不得。非但如此，此大殿也不可再轻易进入。细君啊，虽然鸡之公的手艺一般般，但是你好歹尝尝，给我个面子。我吃不下，我不忍心看着降魔鞭蒙尘如此。大佛殿有女子的哭声，赤英说她带武阳去过，会不会是武阳在哭？不可能。广孝法师说2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有人听到女子的哭声，自这殿中传出，而后夜夜不绝。我这成佛寺至此门可罗雀，香火凋零，老衲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呀。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不让人扫壁呢？至于女子的哭声，若2个月前就有，那就跟武阳无关。难怪，那日在成佛寺，寺主笑脸相迎，原来是没人去上香了。不让扫壁，这确实蹊跷啊。不过寺主广孝，我看着是个好人呢。那好人坏人又没写在脸上，深夜频传女子哭声，如此诡异之事，为什么不报官？成佛寺必有嫌疑。呵呵，好你个薛欢，口气不小啊你！我以为薛启长说的在理。好好好，依你。西君，如果你吃不下东西，那我陪你出去转转吧。看什么看？哎，老费，这道菜有点意思啊。虽是长安做法，但我尝其味道，既有南州的细腻，又有云顶的浓烈啊。当真啊？来喝一个，敬你敬你。啊，果然冷清。看来日暮后并无人看管大殿。西君，你一会儿放心打扫壁画，
应无人打扰。怎么变成这样了？何人哭泣？不用怕，应是风声。带我点亮烛火。不知秦先生此时身在何处？我知你未能拜师，一直心有遗憾。今日能为秦先生所绘的壁画除去灰尘，细品笔墨之精，体会丹青之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拜师吧。是我，别打我，别打我，我求求你们，别打我。为何在此？我知道，平日里不能进入大佛殿，可我要是不在这大佛脚下，实在是睡不着啊。我是趁着陈空居士不注意溜进来的。你是何人？你说啥？我乃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原来是上官呐！我问你，据传这大殿内常传有女子哭声，你可曾听见过？我耳背，听不到。那你可曾装作女子哭泣，吓走其他香客？老朽这嗓子哪能学得女子声音？上官，我今天的炭好，卖的价钱也可以，这几个就孝敬您了。这是何意？想求上官别告诉那广孝法师和陈空居士，他们要是知道我在这儿睡觉，以后他们就不让我进成佛寺了。老伯贵姓？啊，我免贵姓陶。陶伯，钱你收好，我们不告诉他们便是。不过您没有家吗？这卖炭呢，是能挣点钱，可也买不起长安的宅子呀。我呀，四处留宿。陶伯，明日您可去崇仁坊，靠近南方门的裴府，那是我家。我家倒是有几间空房，可以腾出来一间给您暂住。哎呦，那我就谢谢姑娘了啊！谢谢姑娘。你们忙，我先走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啦。终于大功告成，多谢卢参军相助。这幅伟大的壁画本就该光彩照人。哪里来的妖魔？竟敢点亮烛火！是广孝，这怎么办？我闯祸了。深夜扫壁是我的主意，与你无关。
有影子，不是鬼，是人。是人就没什么好怕的。广孝法师，别来无恙。卢凌风，裴小姐，老衲早已告知，这大殿不宜再轻易进入，你们怎么还来呀？师傅，你们看呐！阿弥陀佛，罪过呀，罪过！师傅，广孝法师，阿弥陀佛，佛祖啊，您早已经开示，命弟子们以尘埃和蛛网罩住妖魔，弟子们谨遵法旨。这一切如今已毁坏殆尽，这不是弟子的错呀。卢凌风，昨日妖魔鬼怪尽出，血雨腥风，长安将大乱，你们两个就是罪魁祸首。哪来的妖魔鬼怪？我乃新任雍州司法参军，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卢凌风，你仗着自己的身份就可以胡作非为？对呀，我要告你，我要到天子面前去告你。广孝法师要告卢凌风什么？苏无名，你告他帮成佛寺清扫，为这幅伟大的壁画除去尘埃。我要告他释放妖魔鬼怪。大唐律法好像没有这一条。苏无名，你又不知原委，也略有耳闻。2月前在夜深人静之际，此殿传来女子的哭声。是。后来，佛祖就托梦给看守这大殿的居士陈空，要我们以灰尘和蛛网封住这幅壁画，方可避免妖魔鬼怪袭扰长安。故此后香火凋零，你们甚至关闭了这大佛殿。那不关还等什么呀？那之后的女子哭声停了吗？没有，越哭越厉害，甚至是好几个女子一起哭。对呀，昨天我也听到了，甚是吓人呐。是啊，对啊，薛旗长，在家里你是怎么说的来着？雍州府旗长薛桓问话。哦，好。如此诡异之事，为何不报官？你们成佛寺到底想恶意隐瞒什么？薛旗长，广孝法师德高望重，如此问话，略有不妥。雍州司法参军环城理案，入方办公，在探案的过程中得知此事，便深夜前来探查，亦属例行公事。怎么就惹怒了法师，还要到天子面前去告状？法师啊，你真的相信那些蛛网能困住妖魔鬼怪？那我问你，女子的哭声为何不止？按你们的意思，如今这壁画焕然一新，那妖魔鬼怪马上就要出来了。这样，诸位先回去休息，我等6位就在这大殿过夜，等着他们出来。不可！昔日所谓的魔王和万千魔军均被剿灭，谁要是再出来，就请卢参军一并都给收拾了吧。当初这里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那个什么凶兽穷奇，就是我降服的。是。还有我，那女魔头死在我的剑下，不过是个易容的老太婆而已。广孝法师，我记得当日你也在殿中，
不是亲眼所见吗？是啊是啊。广孝法师，即便你要告我，也不急于现在吧？你连夜进宫，能见到天子吗？我见不着。诸位，卢凌风、苏无名二位皆嫡公弟子，咱们成佛寺就暂时信他们。这样，大家各回禅房，抵好门窗，诵念《金刚经》护体。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来也奇怪，刚进入这大殿之时，我和喜君还真听到了女子的哭声。是，隐隐约约的，就那2声，之后就没了。看来那些妖魔鬼怪都怕我师父。薛环啊，你已是我大唐的旗长，我的那句话你一定要牢记。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是。哎呀，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你大惊小怪的，吓我一跳。就是，我的意思是，这大殿看着虽新，却也该修缮了。你看，那有个洞。哪儿呢？就那儿，就那儿。哦，要是下雨，恐怕要漏啊。诸位，我大伤心郁，坐一晚上我可受不了。我看那儿有个席子，我去躺会儿啊。去。哎呀！你又咋了？都别动！不要过来！你今天可用了神仙玉女粉？没有。喜君可曾用过？用了。今天用的还不少吧？你可接触过那个席子？没有。老匪，你是说这席子上有神仙玉女粉的味道？有，且很浓。刚才在这睡觉的是个卖炭的老者，名叫陶伯。他耳背，号称只能在大佛脚下才能入眠。陶伯，这，来几个大块的啊！来几个大块的啊！这个还有这个大块的青烧。我家炭好烧吧？好烧，好烧。那再来一块。哎，可以，就这些，一块。赵国公，这些天您还好吧？小子来看您了。
头几天我跟您念叨的，那个叫武阳的女子，金钱，我的金钱哪儿去了？何人偷了我的金钱？啊！你这老朽，果然跟武阳失踪有关。你是何人？抓你的人。就你，好狂妄的娘子！樱桃姑娘莫怕，苏博士命我二人暗中助你。当心他的兵器！你打伤了老刘，我还要你命呢！且慢，要我命可以，在杀我之前，我求你帮我找回这金钱，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啊！什么金钱？这金钱，梁上有贼！别动！一定是他偷了金钱，抓住他！跟我使暗器！我只是个猎宝人，金简在我怀里，给你便是。雇主说，找到此金简给10块金饼。雇主姓甚名谁？不知道，他一副山人打扮，头发胡子都是白的，但看面容却很年轻。你咋知道？大周国武曌，你要找这东西，还真是不一般呐。如果找到了，还有7块等着你。你既然有这么多金子，为何要花这金子去寻那金子？就算那简不同寻常，也不过就是金子做的嘛。你们猎宝人这一行的规矩，只问何事，不问何由，否则，项上人头不保，怪我多嘴。这买卖我接了，不过你确定宝物在长安？确定。找到了我怎么联系你？给你1个月的时间，月末，大雁塔下相见。可是此人，就是他。你需仔细回忆，提供线索，可立功赎罪。我问你，那日在酒楼饮酒，可有人讲天后的艳事？有。所以说呀，这《沙司传》所记载的，那不过就是9牛1毛。我都听入迷了。那山人听了高兴，还去敬了人家酒呢。不过，他倒未必是真的高兴。何意？干我们这行的，眼力最重要。我瞟见，压下去，待陶伯。走。一起喝酒的人说，怀武酒量甚大，那日因不会喝醉。看来醉与不醉，不涉酒量，而是那山人下了药。跪下！哎，为何如此对待老人家？他伤了老刘，我恨不得宰了他。听见了吧，姓陶的，
若不如实招来，没好下场。你化宅为庙，所供紫衣美髯公，容貌颇似长孙无忌，而你拜师亦称赵国公，那就不会错了。前头跪着的塑像，当是许敬宗、李义府、袁公宇。你现在一言不发，难道就能隐瞒身份吗？哼哼。哎呀，你声称此金简关系到大唐的社稷，我来看看这是什么。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锦衣中岳嵩高山门，头金简一痛，起3关9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7月甲申朔7日甲寅，小使臣胡超起手再拜，谨奏。我若没记错的话，9世元年，时为皇帝的天后，外出驻石丛山三阳宫，命道士胡超登嵩山，在峻极峰投下了一枚用于消灾除罪的金简，就是他吧？他怎么会在你的宅里还用山石压着？你到底是何人呢？额甲，啊，搬个凳子。是。坐。这回可以说了吧？我原名李凤杰，年少时性情刚烈，也颇有些武艺。后游走京师，因事状告朝中的官员。那是50年前了吧？你怎么知道？恩师狄公在给我讲朝堂往事时，提到过你的名字。我就是个无赖，狄公能提我，那我倒是高攀了。高宗皇帝在时，天后御厨赵国公长孙无忌，其心腹许敬宗见有机可乘，便指责赵国公和我所告那官员结成朋党，意欲谋反，又叫我直接构陷。后赵国公遭贬，被逼自杀，天后从此正式掌权。当尘埃落定，一些事看清楚后，我追悔不已啊！我害怕，我怕遭奸人灭口，于是隐姓埋名，成了个卖炭之人。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是我对不起赵国公，更害了大唐啊！于是，你就将宅子改成专门祭祀赵国公的庙宇。是，自那以后，我宁可寄居寺院，也不敢住那宅子。我是没脸跟赵国公共居一宅呀。那这金简又是从何而得呀？他应该在13年前就被投入嵩山峻极峰的悬崖之下了。我就是13年前得到的。那武曌坑害忠良，继而颠覆了大唐，想靠着金简消灾除罪，我岂能让他得逞？
我在悬崖之下寻找了7期49天，杀豺狼，斩巨蟒，最后终于找到了金钱。我用泰山之石将其压在赵国公的项前，我要让那武曌没有机会赎罪，没有机会翻身。你恨天后，我能理解，可你为什么要害武阳啊？害武阳？我没有。你还不承认？我亲耳听见。是，原本我计划要杀了武阳，结果没办到啊。为此，我还在赵国公向前请罪呢。你为何要杀武阳？长安坊间在传，说天后要复生做朝堂，也有人说，那武曌已经转世，就在圣叶坊。我遍寻圣叶坊，发现那武阳长得和天后年轻时一模一样。我想，我一定要杀了他，不让那转世的武曌再乱大唐。转世之说本是虚妄，如何能信？再说了，天后上仙是8年前，而武阳今年17岁，年龄如何对得上？我不管年龄，只要他长得像天后，我就要他的命。4初10分，成佛寺门口见。好，那明天见。我盯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后来听说，那武阳失踪了。上官，看在我年岁大的份上，就把我放了吧。你重伤本府捕手，本就有罪，更因谣言欲谋害无辜，罪不可恕。先押下去，让雍州狱严加看守。是。等一等，我不服，我想知道，我是哪儿漏了破绽，让你们盯上了我？哎呀，好你个老家伙呀！啊，哎呀，看这岁数跟我年龄相仿，一个卖炭的，既非神仙又非玉女，你用那神仙玉女粉做甚呢？你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我这鼻子是神仙送的。都怪我呀！为了探查武阳，又怕人怀疑，就进了店里买了一盒神仙玉女粉，拿过来又舍不得扔喽。哎呀，你看，怎么样？裴小姐，我自己来吧。刘大哥，您客气什么？您是什么身份？我实在不敢当啊。击胸负伤，此为大义。刘兄乃大英雄，袭君奉济世公之命，为英雄煎药，是我的荣幸。快喝吧。我老刘也能算英雄了。当然。我老觉得自己长得不够英武，你说我这要有五履长髯，我这一瞪眼，哎，是不是有点像关羽关云长啊？像，摘上胡子啊，更像。胡子。陈空，是那个陈空。就是他，成佛寺看守大福殿的居士陈空。啊？你确定？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眼熟，现在才想起来，已经2回死了。他沾了白发白须，打扮成山人的样子而已。喜君对人的姿容体貌甚是敏感，应不会错。这大佛殿的卧佛是8年前陈空居士发起建造的，他也出资最多。这陈空居士气度不凡，可知他的身世来历？不太清楚，只知道他祖籍洛阳，中宗光复后便迁居来长安。这些年他没干什么营生，但不缺钱。几个月前，他便产生了剃度为僧的想法，但
后来不知为何，转天他就改变主意了。陆参军，那看大殿的陈空居士可来过？没有，天明后始终就我一个人，再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女子的哭声。这少年好胆量啊，英雄也！你俩嘀咕什么呢？陈空的人呢？好像昨晚就出去了。他在寺中可有栖身的禅房？啊，有。陈空居士在吗？陈空居士可在？雍州府查案，可直入。拿的是什么？这陈空居士的房中怎么会有女子的书币？这好像是武阳的书币。我能和你们做朋友吗？我没有朋友。当然。武阳，你发髻上的书币真好看。他那天带的，确实是这把书币。禀卢参军，圣夜方发现居士陈空行踪。天后的亡灵，我已经接引到了，现在就看你的了。怎么样？可有听到天后的声音？没有。你到底行不行？我可是全长安最好的通灵师。但是否能与亡灵相会，关键看你心诚不诚。我之心，天地可见。那好，那我就用另一种办法，把天后的亡灵接引入我的体内，然后再跟你言语，就是民间传言的箭射。你能行吗？当然。不过此术需耗费我更大的元气，你需给我2块金币。只要你能让我和天后在冥冥中相遇，我给你3块。我乃天后，对面何人？是我，沈郎。我是沈郎啊！沈郎，天后，你不认得我了吗？当年我在你左右3才有余啊！我怎会不认得你呢？当年我对你稍有冷落，你就一把火烧了明堂。
为何要杀我？你不是在练无比成本吗？你个蠢货，连烧明堂的是谁都不知道，还敢骗钱？你去阴间打更吧。他手上有血。方才杀了只鸡，杀了只鸡。拿下。他终是为了钱而丢了命。是陈空干的。别打我脸！别打脸！别打脸！我说罗参军，这你不管管？别打了！别打了！我来。哎，樱桃，先得审，审完再说，审完再说。为何杀圣业坊打更人阿玲？他该死，蠢得像头猪。烧明堂的是薛怀义，而我姓沈名誉。骗我钱财无妨，但以天后的名义骗我就必须杀了他。你就是沈玉，久仰大名。哼，我本就不该活在这世上。当年，在那些自诩清流的士大夫嘴里，我的名字是何等的不堪，但我不在乎。在天后左右的3年，才是我沈玉最美好的时光。是你从余宅后院劫走了武阳，如今他在哪儿？是死是活？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这是在你禅房里发现的，已让武阳的母亲辨别过，你还想抵赖？假善人，假居士，你把武阳怎么了？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大胆！假居士，假善人，还我武阳！赤英，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眼下正在讯问，尚未水落石出。你如此咆哮公堂，欲持刀行凶，成何体统？我让他还我武阳，你把武阳怎么了？假善人，假居士，还我武阳！还我武阳！还我武阳！还不说，武阳在哪儿？我真不知道武阳在哪儿。那这个书币怎么会在你手里？你们还是将我下狱吧。哎呀，罗参军，这样，我们都走，就把它交给樱桃女侠和赤英，看他们俩不打烂你的脸。不，别让他们打我的脸，不然天后就不认得我了。哼，那就如实招来吧。我是真不知道武阳在哪儿。我第一次见武阳，就是在成佛寺。那时的我，已经决定入空门。广孝法师答应次日为我剃度。阿弥陀佛。
当年，我以御医的名义被天后招入宫中，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天后。故天后赏了我她年轻时的画像，我每天都得看上1万遍。那武阳简直是太像了，不是像，他就是天后本尊。后因2章得宠，我离开了宫中，但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天后。天后升仙那年，来到长安的我，在成佛寺造了她最喜欢的卧佛像，就是想始终陪伴在她的身边。可是没想到，佛祖显灵了，让我和天后又重逢了。我立刻放弃了企图，我要重新回到天后的身边。武阳，刮风了，要下雨了，动作麻利点，这就打药。好。可天后转世成武阳，并不认识我，赤英又看管极严，我只能乔装打扮，设法接近。老人家，您没事吧？我很老吗？见到你，就让我想起一个人，你与他太像了。谁啊？我的旧恋人。自那日后，我是日夜难眠。武阳，好生看店，娘一会儿就回来。之后，我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武阳，哪怕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或者鸿鹄传书。走。走吧。你所谓的鸿鹄传书，怎么个传法啊？武阳给你回过信吗？回了，他说他的母亲对他看管太严了，他想跟着我徜徉在大唐的山水间。哦，本来我已经得到了他的放线，却因为阿弥陀佛。我平时是不留胡须的，就是怕与天后在梦中相遇时，她不认得我。我扮成山人打扮，只是想和武阳接近。我想着，等和他熟识之后，再跟他解释清楚。可是，他在回信中说，他不想与一个欺骗他的人再有任何往来。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肯再回信了。所以，你挟持了武阳。我确实有这么想过，可我还没动手呢，就被人抢先了。然后你就一路跟随。在一处宅院的后花园，用迷香迷倒了看守，继而带走了武阳。你们都知道了？来，接着喝。哎，马上。我是沈郎，自你飞升之后，我日夜都在思念你。今日
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疯子，你这个疯子！有媒人说你长得像天后吗？当然有，这就是我多年最大的烦恼。我本以为你的出现是命中注定，没想到你也是别有用心。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放我走，不然我就报官。他是那么的决绝，我想，我只有把他带到专门为他修建的大佛前，才能唤醒他前世的记忆。若是他不从呢？那我也没办法呀。你就是想让他待在大佛体内一辈子，让武阳与你出资修建的大佛合二为一。卢参军已经发现大佛背后你开凿的石棺。2个月前，成佛寺深夜忽传女子哭声，而你编织谎言，假借佛祖托梦，用灰尘和蛛网困住了降魔殿，不就是为了吓得别人不敢再进大佛殿，你才有机会开凿石棺吗？那女子的哭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还害过其他的女孩子？你们永远也别想知道。你过于自信了，真相会大白的，不就是夜行游女的小把戏吗？何为夜行游女啊，是一种鸟，传说中是死去的产妇所化，故喜欢偷偷地捕捉婴儿，且常在深夜里悲惨地鸣叫，其鸣如女子的哭声。昨日樱桃在大佛殿看见屋顶有个漏洞，一早便派人抬了梯子去看，一下子就抓到了5、6只夜行游女。是一窝小鸟，抓一只下来。这种鸟只栖息于深山之中，即便白日飞入城池，夜晚必返回。可如今却在大佛殿搭窝，很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此鸟夜飞昼隐，喜幽暗，最怕光亮，所以天一亮它就不叫了。我明白了，那日我本听到叫声，如凌风一打开火折子就没有了，正是这个缘由。我想起来了，鬼市上常去终南山采药的人，手里总有几只这样的怪鸟。言归正传，武阳在哪儿？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在大佛背后开凿，确实是想让大佛的金身和武阳的肉身合二为一，以便更好地召唤天后的灵魂。我还打探到一件事，当年天后让道士胡超在嵩山之巅献祭给神灵的赎罪金简被人给盗走了，宝物就在长安。于是我就雇了猎宝人，我想着一旦得到金简，我也把它藏入大佛体内，届时我便剃度，用余生枯守左右。你说的金简是这个东西吗？臣沈玉拜见天后。雪花，赶快交代你的罪行。
今晚就回家。赤英，现在就回家，佛祖保佑。赤英，我女儿，此殿已封，夜里不允许拜佛，你赶紧回去吧。当初修建大佛时，我捐了5000钱，我随时可以拜佛，这是当时讲好的。现在我女儿丢了，只有这尊佛知道她在哪里。佛祖保佑啊，保佑我女儿，今晚就回家，保佑我女儿，今晚就回家，现在就回家，保佑我女儿，今晚就回家，现在就回家，保佑我女儿。赤英念佛，陶伯睡觉，谁都不肯走，我只能吹灭火烛，让鸟将他们吓走。乌鸦，乌鸦！可是我根本没有成功，一直到了寅时，才好不容易把赤英轰走，又把陶伯轰出了成佛寺。专门为你修建的大佛，怎么样？现在有没有想起我是谁啊？疯子！看来在你的体内，天后的神魂还没有升腾。没关系，我愿意等。这样，我带你去你的故乡滨州文水，在那里，我让你做我一个人的女皇，可否？做梦！你要是不答应，我只能一刀把你给杀了。本来就不可怕，可怕的是活人被束缚。那一刻，我犹豫了。他是那么的冷静，仿佛心里能够装得下山川河流，也能吞得下洪水猛兽。她简直就是天后啊！你说，我怎么舍得杀她？迷迷糊糊的，我看到有个人将武阳带走了，我想去追他，可是我没了力气，后来就昏死了过去。直到这位小姐来到大佛殿，怪我没有早点认出你，让你继续作恶，杀害了灵仪。还有一宗命案，蒯武，他更是该死，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污蔑天后。我就是敬了他一杯酒，酒里下了一点药。怎么今日并未贪杯，却醉得如此厉害？这件事情我干得痛快，以后不管是谁敢污蔑天后，我会毫不犹豫立刻杀之。沈玉啊，沈玉，你竟然顶着御医之名，而今你行的却是害人之事，你简直是对这个“医”字的侮辱！我的脸！哎呀，卢参军，苏博士，鬼市上发现了一具女尸，年龄与武阳相仿。我先到了一步，已经看到尸体惨不忍睹啊，整张脸皮都被剥下去了。什么？百变郎君？
女子17、18岁，应死于昨日，年龄和死亡时间都对上了，只能运回宫廨，让赤英认尸了。听上去很残忍，但也只能这么办了。娘对不起你啊！没有把你看好，我对不起你，娘来找你呀！乌鸦，乌鸦！徒儿，哎呀，撞得可不轻啊！我给你打打脉，寻短见。我爷爷我们会抓到凶手的。不爱的，不爱的，我一会儿给你煎一副药啊。这样，薛环看着高大，论岁数比武阳还小2岁，方才舍命相护，他的话，希望你能听进去。武阳走了，我怎么活？刚才认尸，你看仔细了吗？看仔细了，是武阳，那个衣服是那天我让他穿的。那身材胖瘦呢？一样啊，我的女儿我知道啊，我呀。哼，你们出去。行。我能和你们做朋友吗？我没有朋友。我叫武阳，习武的武，阳光的阳。环城礼案第1天，入圣业坊。警尸案虽告破，可武阳失踪案却变成现在这样的结果。我这个雍州司法参军，以后怎么还有脸面入圣业坊？我总觉得此案尚有蹊跷。西军樱桃，还得劳烦2位暂时陪在赤英身边，以防他再寻短见。薛环，你的伤怎么样了？已喝下老费熬的药，应无大碍。今夜随我去鬼市，一定要抓住这个百变郎君。是。哎，都走了。哎，咱都多久没好好吃顿饭了？要不咱俩喝点儿？喝点儿。就这么喝呀？也不说买一只鸡，好歹你也是个博士啊。这炒豆吃起来还挺有滋味的。每天的这个时辰，武阳母亲闭店回家，而此时
朱雀大街等主街均已宵禁，只有坊间尚可自由行走。这女孩子都已经走了，你还提她作甚？阿木啊，来收垃圾啊？哦，是啊，我知道面制店没开张，应该不会有垃圾，但是例行公事嘛，身为除灰夫，理应过来看看的。好小子。二位，我听说武阳死了。是啊，好可怜呐。哦，那我先走了。阿木，你倒是说。苏博士，你还有事吗？你那天提供的线索，对探破警尸案很有帮助。但，年轻人，你那么做只因灵姨骗了你20文钱，对吗？你这心眼儿是不是太小了？我是自愿被骗的，我本就不相信他可以招来父亲的亡魂，但是那天是我父亲在阳间的寿日，我只是想尽力试一试，毕竟这是我唯一能略尽孝心的办法。而且那天我并没有撒谎，他确实诅咒人家来着。我明知道那是口舌之快，还要提供线索，其实是希望上官可以查一查他骗钱的事情，教训一下他，让他悔改。因为灵姨经常以招魂骗钱，我就担心他长此以往会有危险。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小了。你年纪轻轻，能有这种心思，真是我大唐的好儿郎，请受苏无名一拜。我受不起，苏博士。我还想问问，你常在圣叶坊接触武阳的人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有啊，有一个须发皆白的山人，他给我钱，让我替他给武阳送过书信。此人已落网，还有吗？还有，那就是常给赤英送药材的那个白药师，我看他经常偷看武阳，那个眼神还怪怪的。好，您慢走。终于买到了。是啊。武阳姑娘，告诉你娘，这药材到了，让她到后院来取啊。好，谢谢您。白药师，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就在永阳坊的土地庙旁边。土地庙旁。多谢啊。师傅，咱们上哪儿找线索？你以为我是来找线索的吗？那咱们有时候找太难，只能靠打。放着我！拿酒来！来，咱们呢？让着，没看见老子来吗？啊！走！
徒儿，坐。有事吗？没事。没事还不快滚！还不把好酒好菜给爷端上来！太难吃了吧？这是鸡还是鸟啊？你们有事？有。敢来黄泉酒庄闹事，肯定不怕赴黄泉，自有人会收拾他。审。你们？没事，我们走。这回宽敞了，徒儿，吃。师傅，咱这是杂店，好吗？自从苏无名统管长安暗探以来，得到了很多情报，我把关于鬼市的都单独挑了出来，仔细分析过。这个黄泉酒庄的主人，应是隐匿江湖多年的阎王追。阎王追？此人狂妄，号称连阎王都得追随他，故得此名。好大的口气！来此地喝酒的，不是恶贼，就是大盗，他们在一起商讨的，多是杀人越货之事，不该砸吗？原来如此，砸得痛快！来的倒是挺快。徒儿，吃饱了没？饱了，正有劲儿打架呢。什么人这么大胆，敢来我的黄泉酒庄闹事？我呀，是个娃娃，该不会是百变郎君给你换的脸吧？你看，来对地方了吧？少说废话，报上名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问我大哥的名号？不想活了吧？交给我，哼，麻利点，看他挺瘦的，都炖不出一锅好肉来。哟，真有点本事哈！阎王追，大爷敬你一碗。小白脸儿，到底是哪位仇家出的钱，让你来要我的命？哼，看来你是得罪了不少仇家呀。那都是以前的事了。这些年我在鬼市开酒庄，靠挣酒钱为生，没再得罪过人。去年魔王惊现鬼市，你当了缩头乌龟。那魔王
光骑着怪兽，连金无畏都敢杀，我肯定要躲着他。小白脸，我知道你们这行的规矩，你不肯说出雇主的名字，也要报上你自己的名号。我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吧。前金无畏中郎将，前大理寺少卿，新任雍州司法参军，狄公弟子，范阳卢凌风。原来是你，死在你手上，不冤。这几年你真的没做过恶事，没杀过人？没有。可你这黄泉酒庄养了许多恶人，他们扰乱长安司法，你该当何罪？若让我不死，我一把火烧了这酒庄。可以，不过有个条件。我知道许多奸邪之人在鬼市上混，都以你为靠山，包括你刚说的百变郎君。我要找到他，立刻。就给几个炒豆吃，就骗我跟你来永阳坊，长安城整个一个大吊脚，还要经过几处宵禁的地方，吓死我了！这要是掉了脑袋，土地庙旁边的应该又是这一家了。累死我了！我不累。雍州府刑狱博士查案，就直入内室了。谁呀？我刚才听您喊什么雍州府刑狱博士，真假？这官职之前没听说过呀。起来回话。是。哎，好像没哭声了。白药师，上官，你刚才可听见女子的哭声？每天夜里都有哭声啊！这房子它阴气重，有女鬼，所以这价钱便宜，我才买得起呀。你可知美秀面之店店主赤英的女儿武阳失踪了？不会吧？我前几天送药，我还看见她来着。就是失踪了。你有没有什么线索？比如去送药的时候碰到过什么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儿？您别说，还真有。这说来听听。那得3块金饼。这也太贵了吧？这个。之所以要3块金饼，是因为这条线索它很重要，而且得之不易呀。是因为要活剥人皮，得之不易呀。百变郎君，啊？您叫谁呀？我叫的就是你，我见过你。你应该还有一张脸，或者不止一张。他是百变郎君？你没搞错吧？我信你，你耳朵最好。我说老东西，咱们在鬼市一起混过呀。我是鬼市神医费翘费英俊，别号技师。快，把你那张死人脸露出来。还真是你呀！姓苏的，我知道你是狄公的弟子，不过今天看来也不过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还有你这个废物，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忘了我的一身武艺了吗？我们是2个人，2打1。哼，还用得着咱俩动手？啊！长安县3大捕手早已率数十众将这围得水泄不通，你还不束手就擒？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不是听见有女人的哭声吗？那是我养的夜行游女。如果外面真的有捕手，他早就飞进来向我报信了。我看，还是你们2个束手就擒吧。哎呀，别激我呀，苏明！哎呀，飞鹰雀，号称是药王弟子，鬼式神医。你那看病的本事不过是雕虫小技，根本就不值一提。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活剥人脸。雍州府的刑狱博士，很快这张脸就是我的了。明天一早，我也去雍州府当个博士。等等，你让我死个明白。我问你，武阳是被你所杀吧？我们在鬼市找到了尸体，脸被活生生的剥掉了。那个不是武阳。我不信。成佛寺有个居士叫陈空，从我手上买过2只小鸟，他可是真有钱呐，给我的居然是金饼。我好生好奇，暗中跟随，结果我发现，他让成佛寺闹鬼，为的就是这个武阳。直到有一天，他在大佛面前要杀了武阳，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小女孩长得居然像年轻时候的天后。我想这下我可发财了。你想，这天后的脸还不得值500块金饼吗？于是，我就打晕了陈空，扛起了武阳，出了成佛寺，走后山。可是没走多久，我就遭到了偷袭，屁股上还挨了一下。那个武阳到底在哪儿？当然是被偷袭者劫走了。那鬼市上的尸体是谁？像我百变郎君行走江湖，我从未失过手啊！这下可真是把我气坏了。于是，我就找了个年龄相仿的女子，我剥其面皮，我好好的出了口我心中的恶气。我就是在这儿剥的。然后我就把尸首扔到了鬼市上，没想到吧？你就是个禽兽啊！哎呀，你真是罪大恶极！可是，现在死到临头的却是你。尝尝我的刀吧，很快的，割喉放血，我保证你不会感觉到痛的。罗连峰，你怎么才来啊？在哪儿呢？是老费！救命啊！救命啊！你快来救命啊！哎呦，救命！快！你们可来了！哎呦！
死了！死了！这到手的线索让我一脚给踢断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你得了吧你！这一脚要是再晚踹一点，脸都让人扒了。真有你的！哎，老费，赶紧给他验伤。他要是说的是实话，那武阳就还活着。薛怀，快帮我把他的裤子扒了！哎呀，他屁股上这个伤口跟老刘肩膀上那个极为相似啊！破甲锥，快走！哎呦，这谁呀？这是？你不是只有在大佛底下才能睡得着吗？你还别说，进了这雍州狱啊，饭是好，睡得也就香了。你把武阳怎么样了？武阳，他不是被绑了吗？他怎么样，我哪知道？用刑！你们算什么嫡公弟子啊？给一个老年人用刑，说我杀了武阳，有何证据？那日你被陈空轰出成佛寺，却没走，不久便看到白药师扛着武阳从成佛寺后门处奔后山，你暗中袭击，用破甲锥伤了对方，劫走武阳。既然你们都查出来了，那我就认。我李凤姐终将会被载入史册，因为我已将那妖后沉入了曲江，永不会脱生转世了。为何要这样做？只怪你长得太像那妖后，我李凤杰也是在赎当年的罪过。正是因为那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却振振有词，无耻如你，不配做个唐人。你是个坏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坏人。上来呀！我一定要学会游泳。现在在水下的不应该是师傅。你要学的还有很多，别急。2天了，即便找到铁笼，武阳也……
会不会是被鱼吃了？铁笼附近并没有发现尸体，只找到了这些。这绳子应是被刀割开的。这是好事，也许武阳还活着，有人将他救走，又再次劫持，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她只是个普通女子啊！杜长史，喝茶喝茶。茶就免了，何时结案？尚需时日。等不了。你，都怪你。这怎么怪上我了？我区一个博士，连月俸都不是你们雍州府给的。你敢说司法公蟹入坊办案不是你出的主意？杜长史说是，就是。这个主意不好吗？好。盛业坊丢了个女子，全长安都知道了。若不是入坊办案，会这样吗？那不是。还有，你们深更半夜到成佛寺大佛殿清扫壁画，结果呢，把尘封在灰尘蛛网间的妖魔鬼怪全都给放出来了。我的杜长史，这话你也信？我可以不信，可百姓们都在传呐，传着传着，不就传到了天子的耳朵里？虽然年岁对不上，但那失踪的女子，还是被坊间疯传是天后转世。阿言，你怎么看？人真的能转世吗？或许吧，不然我怎么会梦见下一世的你我？我小的时候最怕见天后，甚至因此惧怕进皇宫。而今虽成了皇宫里的主人，却因盛业坊一个普通女子而寝食难安。朕这天子是不是有些可怜？陛下过于忧虑了，晚上我多做一份赤剑粉，祝陛下安寝。我曾说想见那个叫武阳的女子，收为义女，不想，据说那女子遇害皆因长相，不过有传闻称其实天后转世，根本没有死，只是升天去了。这世人到底是爱我的母后，还是恨我母后？即便是完人，也会有人嫉妒，甚至因爱生恨。天后劝农桑，伯父尧，兴水利，师屯田。他在位期间，虽宫廷多事，但民间安定，粮仓都是满的。我大唐人口增长何止100万，天后还完善科举，给平民学子入仕的机会，当时亦可谓万国来朝。如此伟大的天后，竟然有人恨她，难道就因为她是女子？无论如何，必须结案。好，结案，结案。苏无名，你说什么呢？哎呀，我的卢参决，凶犯李凤杰、沈玉已被抓获，对所犯之罪行供认不讳，罪大恶极的百变郎君一以伏法，当然可以结案。也是给天子公主一个交代，也好让杜长史蒙混过关嘛。苏无名，
用词不当，不是蒙混过关，是交差。哎，交差。罗德芳，你我是督长室的左右手，要时时刻刻为督长室排忧解难。哎，行，先别说我了。结了案，让成佛寺的广孝也松口气。现在坊间都在传，沈玉根本不是天后的难处，而是广孝养的妖人。还有人说，秦孝白画壁之时中了邪，才画出那么多妖魔，背后使坏的也是广孝。甚至有人指出，成佛寺的寺主就是凶手，且已杀害多名年轻女子，皆剥去脸皮。是，这些苏某也略有耳闻呐。原本就是一桩普通的命案，如今呢，已然危害到了京师的安稳。刘凌风、苏无名，你们两个必须想出办法，把坊间的传言都给我平息了。哼，督长室慢行。咋办啊？快，把门关上！快！这是怎么了？把门给我打开！是卢参军，快打开！卢参军，大白天的，为什么关寺门？现在来寺院的皆非香客，那都是来骂师傅的。除了关门，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师傅还好吧？已经绝食好多天了，水米不进，谁劝都不听，恐怕他是想圆寂啊！广孝法师，你这是何苦啊？老衲此生积德行善，一心向佛，从没做过恶事。我只想求得功德圆满，可谁成想，如今却被众人指为凶手，遭人谩骂。我还参的什么禅，拜的什么佛，倒不如在此清净寂灭，早日到西天去见佛祖。我意已决，二位不必劝我，